难道连我也不能说吗？你说你对不起我，那妈呢？那叔叔呢？万华说，妈有打电话来过，她很担心你。难道你认为你可以隐瞒一辈子，一辈子都不见他们吗？他们迟早会知道的。难道你觉得你说一声对不起，他们就会不伤心、不难过吗？在你认罪之前，你为什么不想想他们？就只想着春雅。我真的好没用，爸走了，我也失去立行，现在又要失去宗南，每次都这样，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爱我的人离开。但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报告董事长，温泉街应该可以如期的完工。看来立行的心愿快完成了。宋夫人，我是来告别的。能为立行做的，我都做了。我也知道，就算我是立行的妻子，
也永远不会是宋家的媳妇。所以最好的决定就是离开。你爱怎样就怎样，若没什么留恋的，就走吧。要留恋的都在这里了，立行留给我的回忆就够了。宋夫人，保重哦。你不要送我啦。你要去哪？这是例行吩咐的，也是他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。万华，我跟家东去了很多地方。夏天滑雪，那是在澳洲；冬天冲浪，那是在夏威夷。在我这20多年的人生中，只有这段日子，我才真正的享受人生，因为我跟最爱的人在一起。我觉得我遇上家东，就像得到圣诞老人送的礼物一样。感谢所有让我爱上他的一切。虽然我们时聚时散，虽然我也曾经放弃，但幸好他没有被我吓跑。他真的太勇敢了，谢谢他这样不顾一切的爱我。面对未知的未来，我差一点就错失了我们的缘分。谢谢他一直陪伴我。即使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是那么短暂，而他也没有离我而去。可是我知道，我就要离开他了。可是如果我的爱变成是一种伤害，那我宁愿我的爱就像泡沫一样，灿烂过后，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让他不再记得我。不再记得我曾经爱过他。当我有一天离开家东之后，拜托你，给我好好的照顾他，就像当天帮我照顾我妈、照顾饭店一样，因为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，万华。请你让他继续微笑，是要幸福的微笑，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都还是想听到他的笑声。但愿他永远都是豪爽帅气的林家东，就算我不在你们身边，我也会非常的想念他，爱他。不行，对不起，我还是哭了。安怎？无人听？奇怪，要转来台北进前，都有打电话给我，照你讲应该到啊咧。对，毋知变啥物网啊，无要听电话。啊，报纸已经甲庄南的代志刊出来啊啦，啊伊也无要甲咱讲啦，啊无要听电话啦。车车上疼庄南啊！我咧想吼，即摆已经找人斗3工咧处理即个代志。处理啥啦？
咱已经来台北，要对找伊啦。我可袂记早因兜住址。拢嘛是你，咱拢来饭店找伊啦，叫车啦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好想你啊！你回来就好了啊！我很多话想跟你说，只有你上次打电话，妈都不让我跟你说话。你怎么瘦了啦？佳佳，万先生，喝茶。好，谢谢，叫我万华就可以了。哥，对不起，来不及参加你的婚礼。这是我跟立行要给你的。谢谢你们。对不起，我一直叫我自己不要太难过，可是我想到你跟立行，我就……立行的后事都办好了吗？办好了。不要忘记，你还有我们是一家人，对了，阿爸跟阿布去台北找你，你有看到他们吗？没有啊。自从知道中南消息之后，阿爸就跟疯了一样，吵着要上台北。我本来陪他们上去，看可帮忙，但是又不能放下曼玉场不管。他们两个人生地不熟的，我现在就回去。一来一回太麻烦，他们看到中南就回来，在那等就好。周南到底现在怎么样了？他怎么可能平白无故打伤别人呢？他说是跟人家起了冲突，才会不小心刺伤。详细情形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去看他，他也不愿意多说。这家伙，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，他怎么可能拿刀刺伤别人？一定是对方先动手，肯定是搞错。佳佳，你回来啦！啊，你回来了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可是有点太突然嘞，家里都没有准备什么好料的。你应该早点通知我们啊。佳佳回来也要跟你报备是吧？广美，你误会我了啦！我的意思是说，佳佳现在是宋家的媳妇，身份不一样啦。我是大嫂嘛，所以我们好好交代她。大家饿了吧？我去做饭。让我来做吧，我什么菜都会做，你们就好好聊聊。这位是，他是我的邻居，也是爸跟立行的好朋友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常帮佳佳接电话的人啊。所以你真的什么菜都会做吗？花椒也会做？会啊，花椒扣鹅掌，非常好吃的广东菜。鲍鱼跟海参呢？都会。你哪来这么多名贵海产？都放床底下啊，我不会做，就那么拿出来嘛。大嫂，你应该也不会挖金矿吧？不知道你床底下是不是堆满了黄金啊？来监督我吗？想来想去，好像想不到理由让客人做饭，还是我来吧。我可不是随便给人家做饭的，看在你家人都蛮关心你的份上，就他们尝尝我的手艺吧。他们就是这样直来直往，有时候吵吵架、斗斗嘴，但是真的发生事情，还是会团结起来的。这就是家的感觉吧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家永远是最好的避风港。